自从上次见面到现在，你没有联系我，你就不想知道我看过资料之后会有什么想法吗？其实我是在等格兰城出事儿，要不然，就算我过去找你，你应该也不会见我吧？你怎么就知道葛兰城一定会出事呢？我就算告诉你理由，你也不会相信。反正我就是知道。你很任性吗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我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已经整理成了资料，交到了你的手里。常进是你男朋友？你都已经把我调查得很清楚了，还用再问我一次吗？那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一梦，还是为了钱？或者说，因为我？我只是不想让常静因为这件事情而坐牢。我更不希望他因为易清东变成他的替死鬼。你这么爱他，不惜出卖他，这跟我爱不爱他没有关系。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儿。这个是你唯一的目的？反正，不管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我就只有这一个目的。我只是不想让常静坐牢。我知道常静他虽然有点贪图眼前的利益，但错不至于毁掉他所有的前途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格兰城出事，还有我交到你手里的所有的资料，其实已经够说明了一切。那你为什么来找我，而不是别人呢？因为我知道格兰城在未来一定会在你手里，真的。而且你会做得非常好。你很会聊天嘛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不过既然你来找我帮忙，那首先你得帮我一个忙。谢谢。怎么样啊？还好吗？打你电话怎么也一直不接啊？啊，我没事，就是最近工作比较忙，忘了回你电话了。什么还好？格兰城事件出事的事儿，还有谁不知道呀？能不要装没事儿吗？是啊，终于如你所愿了，你高兴了吧？什么叫如我所愿？难道这是我想让你出事儿的吗？谁说我出事了？格兰城的事本来就是个意外，我们易总说了，他能搞定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真的认为格兰城这个事情是天灾不是人祸？这件事情根本就是经不起调查的。你应该心里明白，一旦真的追究起来，易清东这个人是可以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的，然后把所有的责任全都堆在你一个人身上，你是要坐牢的。不可能，易总不是这样的人，他说了，有他在我不会有事的。你想多了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天真呢？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？你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，他随时都是可以把你废掉的。清醒一点好不好？反正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也就只有你可以救你自己了。什么意思？
我把这里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易佩，只有他可以帮助你，你去找他吧。易佩，哎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易佩是易秦东的死对头，你这么做不是在帮我，你是在害我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把你电脑里面所有跟格兰城有关的项目资料全都已经拷给了他。你说什么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你，所以请你原谅我。于总，好时间，你居然背叛我！我告诉你，我们两个彻底结束了，从今往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被人打巴掌。脸上火辣辣的疼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却反而感到一种解脱。秦东，怎么会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我也是昨天晚上刚得到消息，今天一大早坐飞机回来，第一时间我就去医院看望了受伤的工人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问题的原因我已经派人展开调查了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电视新闻报道点名我们易茂的名字，这件事情对公司的影响非常恶劣。现在主管部门已经对格兰城下令停工整顿，如果处理不好，整个易茂集团都要受到影响啊！不仅仅是地产，还有制衣这一块也要受到牵连。如果易茂信誉受到影响的话，我想这个损失是无法估计的。到底是建筑材料出了问题，还是施工团队的问题？怎么会发生这么重大的恶性事故？秦东，你身为易茂地产的负责人，你要负起全部的责任。爸，这件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叫什么话？你是老总，你不知道，那谁知道？外公，当务之急是要给业主一个合理的交代，然后再去追究是什么原因，谁的责任，您说呢？你必须立刻的拿出解决方案。事情没有解决呢，你不要来见我。小裴啊，你帮忙一起处理。外公，这件事情的始末我并不是很了解，我怕我会越帮越乱，而且我相信舅舅会妥善的处理好，他也不愿意，不，是他不需要我的帮助。我身为易茂地产的负责人，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给董事会一个交代。好，我给你3天，就3天。大家冷静一下。好了，你们什么事啊？这么多人。大家不要着急。董事长，这些人好像是格兰城的业主，咱们是开走还是去地下车库？我在这边下车好了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你们冷静一下，行不行？啊，请你们冷静一下，听我说，公司正在开会，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最满意的答复，行不行？不行！你们逼我也没有用啊！
我也不知道该怎么。哎呀，你们这样闹是没有用的。多长时间了？董事长，哎，还有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董事长，对不起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干什么呀？你少说两句，别吵了。我是易茂集团董事长，我可以代表集团向各位保证，一定给各位一个好的交代。什么时候？没什么。血压一切正常，您稍微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爸，您没什么事吧？啊，我一听说您晕倒了，我第一时间就往医院赶啊。我这一路上提心吊胆，担惊受怕，我就怕您出什么状况。您放心，那帮保安，我回头就把他们给开了。护驾不力，一帮吃白饭的，留他们有什么用啊？太不像话了。格兰城的事情，你查清楚没有啊？清楚，全都查清楚了。项目经理常进利用职务之便，低价购进了一批完全不达标的钢材和一系列的建筑材料，而且从中谋取了大量的回扣，才会导致这次事故的发生。目前正在调查取证，我们准备呢移交司法机关处理，给公众一个说法。你手下干的事情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，爸。他这个字不是我签的，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。不是，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肯定是有责任，我用人不当，任人不清，管理中出现了问题，才会导致这次事故的发生。我会做深刻的反省和检讨。工地那边，工人的事情要尽快解决，资金有困难，到集团周转。小佩啊，你配合一下，事情要尽快解决，不要把坏的影响扩大。今天算易秦东他运气好，要是他真把老爷子气出什么问题来，那他麻烦就大了。老爷子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倒下的。易总，你说这常进他也真的是，他真的愿意去傻到当一个替死鬼？利益面前，有几个人能看得清楚？跟你估计的一点都没错，易秦东这步棋，还是下到常进这儿来了。那就要看常进，他怎么想了。易总，上车，我跟你聊几句。易总，那格兰城的事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您真的不要为难我了，我只是个办事的。我有说过什么吗？还是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？放轻松，今天请你来，不聊格兰城的事儿，咱们就聊聊你的事儿。聊我？你知道有一个叫做陈建东的人吗？陈建东，不知道。他曾经是易秦东在易贸制衣最得力的助手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但你想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吗？怎么了？10年有期徒刑。估摸着现在也坐了有5年的牢吧。易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陈建东在易贸集团的股票交易当中
涉嫌内幕交易，由证监会移送到公安机关。由于涉嫌金额过大，最终被判为有期徒刑10年。我不知道易钦东到底承诺了他多少好处，但我知道的是，他进去没有多久，他老婆就跟他离婚了，带着孩子改嫁了。他父亲由于没人照顾，很快就病逝了。10年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讲，不算长，但也不算短吧。尤其是宝贵的黄金10年。也许出狱后还可以从头再来，但是失去的能用金钱来弥补吗？这件事儿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了判断了。说到底，我不希望你成为下一个陈建东。你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了，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危险。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，如果你现在不主动做点什么的话，那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牺牲的陈建东。我们打个赌好不好？赌你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陈建东？如果会，那对不起，你失去的将不仅仅是10年。如果不是，那恭喜你，至少在易贸集团，我不会成为你的敌人。易总，我想知道，您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因为你的女朋友，她来求我帮你。当然，我也不希望你自送前途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这句话没错吧？哎，等等等等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谁允许你们动我东西了？这是公司人事部让我们来这里收拾东西、整理办公室的。你要是有问题的话，你去问人事部好吧？把那个电脑先拿走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别动！我告诉你，这电脑是我的，里面有很多我客户的资料，弄丢了，你能负责吗？这个电脑它是公司的财产，不是你个人的。哦，对了，把你那个工作证交出来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在这里所有的权限都被取消了。谁给你的权利这么做？易总同意了吗？他允许你这么做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易总指示人事部让我们来做的。你要是有问题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去找易总。